Okay, say. Yes. So I'm Sundar. Yeah. 我说当地人的导游 Sundar. So Jungle King? Yes, I'm Jungle King. I have so many friends, rhinoceros, tiger, elephant. Yes. Now we are just visiting Tumucho, Yes. 大象中心 Yes. 小象、母象、大象双胞胎，很好吗 Yeah. Okay, very Very nice. funny. I hope other many your friends they will come here and they will see so many things. I will visit with them. Yeah. I hope see you next time. You're so nice guide. Okay, namaste. Namaste. 一座简单的桥，一个简单的小王，一个简单的导游，一群野生动物，一首简单的歌，一切都是那么简单，那么纯净，那么自然。当地的人民用着他们最简单的工具，还有能够就地取材的材料，搭建了这一座便桥，让所有的人能够渡河。而旁边有水牛，旁边有野生动物、鸟类等等，就这样子的环境，这样子的画面，人生其实就是这么的简单，这么的纯粹，这么的单纯，就能够让我们带来心灵的平静。也许这样子的画面呢，对我们来讲啊，可能是只有在电影当中看过，但对老一辈的人来说，70、80年前，搞不好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这样子的画面啊。所以咯，镜头把所有的影像记载了下来，它会让我们永远的难以忘怀，对吧？所以呢，镜头记录下来的有多么的珍贵啊！在期望国家公园里面的一个角落、一个村庄，这一些当地的居民呢，他们知道会有观光客来这个地方，所以他们马上拿出了他们的拿手绝活木雕，甚至呢，有人背着在这里用这里的土壤所种植出来的头刀，赶快拿来这边卖。你看看啊，他们呢一袋才卖多少钱呢？对我们来讲啊，我们可能觉得那个没有什么，甚至呢，我们在教导他们，这个是美金啊，这个你可以拿去用的啦，我这样子很多钱给你呢。其实，在我的心里面来讲，如果你是一个很富裕的人，很有钱的人，试问一下，没有贫穷，怎么凸显你的有钱？你说是不是？如果今天的我们可以过得很好的生活，那我们要不吝啬的回报给其他我们周围的朋友们，是吧？所以我们来到了期望国家公园里面的一个小角落，在要离开期望国家公园的出口处，我们看到了这一幕最天然、最纯真的当地人们生活的方式。这样子的画面，除了我用镜头把它记录下来之外，事到如今，我在剪辑片子的时候，虽然我是主持人，但是我还是觉得那个画面让我觉得很震撼。每每在我去剪接的时候，当我看到这些画面、这些影像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就会觉得哇，好幸福，好知足。期望国家公园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地址。多年以来呢，骑大象游览野生动物园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当然也包括了我们呢这当然也给当地的人带来可观的收入。一头成年大象一个月可以给主人呢带来大约$1250的利润这个对尼泊尔这一个喜马拉雅山小国的人来说是一笔可观的收入。然而呢，新冠疫情冲击了旅游业一些大象游的业主呢被迫卖掉了自己的大象。再加上近年来野生动物游的经营者呢，也面临了动物权利组织人士的压力。一些活动呢，人士呼吁改善大象的待遇
而另外一些人呢，则希望呢全面禁止大象旅游的项目。过去一些驯象师总认为只有鞭打大象才能让他们听话啊，但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都要感谢这一些动物权利组织人士的努力。那期望的一个主要的旅游点呢，已经推出了徒步跟随大象的观光游，将来旅游业也许会出现重大的变化，不会再用大象去做野生动物的观光了。在尼泊尔呢，有很多的野生动物。你到南非可能看到大草原的野生动物，但是呢，到尼泊尔加所看到的野生动物呢，全部都是喜马拉雅山还有台拉平原的野生动物。非常的要小讲，在野生的动物呢，非常的多。咱来到尼泊尔，最主要要看的就是最原始的、最天然的高山型的这个风景，还有加上这个野生动物。那来这边，这是重点。所以来家不是你假喝多喝，但是当然啦，我们住的也不错啦哈，不是吃好住好。来这边呢，最主要是要感受这边少数民族的风光，还有再加上这边最原始、最天然的、独特的喜马拉雅山的风景。现在呢，我要带大家去丛林游，准备呢坐吉普车去看看期望国家公园里面的最美丽、最原始的野生动物。今晚的坐吉普车带去期望国家公园，很特别哦。这个是我个人的探险旅游了啊，聘请了当地的丛林导游然后还有专属的司机，准备进入丛林里面来一趟探险。要进入丛林里面，从另外一个入口你看看那个坐着一排的女孩子，那个是卖票的在独木舟这里卖票，很特别吧然后坐着独木舟，先跨过这一条小河流，到达对面。那对面有什么呢？对面就有等待我们这专属吉普车。这趟的旅程大约需要半天的时间，6个小时。说真的，尼泊尔给了我很多人生的第一次包括第一次骑大象看犀牛，第一次近距离的看到老虎、看到蛇、看到鸟类的动物，这些都是我很难忘记的景象。独木舟过河。我个人超级喜欢这种生态旅游探险我觉得呢，它让我呢全身都充满了能量想要呢一探这个地球上这些野生动物、这些大地环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所以再辛苦我都不怕。我们的丛林导游一直告诉我很辛苦你要扛得住这一路上竟然就只有我跟一些老外准备坐车去玩，很特别吧？华人很少
要去找野生动物 ，Let's go。Yes. Now I am a jungle guide, jungle king, Sundar. You know, yeah, we are going to jeep safari trip in the jungle, Chittor National Park. Thank you. 这向导很厉害啊，他时时刻刻就在车子上啊，不断的呢，在告诉我要如何能够找到野生动物。看一眼就会醉的尼泊尔国家森林公园，吉普车的 Safari 啊，是期望国家公园里最受欢迎的参观方式之一。你坐吉普车的优势是啊，可以去到期望国家公园的总部啊。我们等一下就会到了啊，在那里呢，我们可以参观鳄鱼的饲养中心。搭吉普车有轻松、安全的优点啊，适合呢不想在草丛与森林里跟这个昆虫啦、水蛭啦直接面对面的人啊。但是呢，由于吉普车通常团体出发，也制造大量的噪音啊，就会把什么小型动物吓跑，以至于呢，像我们坐吉普车能够看到的动物呢，就非常的有限啊。所以我们的导游就告诉我，你要拍摄没关系，有时候你就停在旁边等久一点哦，我们慢慢等。我的天啊，他们真有耐心啊！期望国家公园是雨量丰沛的亚热带的国家公园，里面呢不是古树参天，就是什么茅草呢高如墙，因此呢，它跟非洲不一样啊，它不会像非洲草原一样看到大批的动物在迁徙。那最棒的还有一种叫做丛林徒步啊，就是jungle walk。丛林徒步的优点是呢，向导呢可以对沿途看到的动植物啊做很详细的解说啊，教这个旅客呢分辨那个老虎啦、犀牛啦、大象的踪迹啊，讲解各种鸟类跟植物的特性与功能，好的怎样啊？除了可以近距离看到犀牛之外呢，徒步也比较有机会看到什么？害羞的老虎跟神出鬼没的懒熊。奇怪了，是谁说老虎会害羞的啊？其实看到它是你害羞还是它害羞啊？期望国家公园，哇，尼泊尔最受欢迎的国家公园，以独角犀牛、孟加拉虎、大象与长吻鳄闻名。整个尼泊尔约有650头的独角犀牛与近200只的孟加拉虎啊。最厉害的是，它有544种的鸟类啊！现在我们的导游就停下来，告诉我：“你看看，上面有鸟啊！”我用的那个长镜头把它拉进来，让大家看看。这个是野生的鸟，在这里面呢，加着压线的导论，要这个向导呢，他会一直很细心的在听 lesson， 听所有的动物的声音，然后马上停了，跟咱讲到底对我什么物件，对我什么物件，很刺激 ，exciting。一点都不盖你的你看看我们的这个向导，他就这样站着，你知道他站多久？他就这样站了快4个多钟头，快5个钟头。那你说我呢？我也没有多轻松啊，因为这个坐也坐不住啊，我就只能这样子半蹲着、半坐着半站着
就这样一路啊6个小时下来累不累？说真的，我一点都不觉得累，我整个从头到尾啊，肾上腺素都是上升的，很兴奋啊，就要想看看哦，用最短的时间之内，可以把这一个国家公园所有的景色都收到你的眼睛里面来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它又要让我们发现什么呢？其实你看我在讲话，对不对哈？是因为呢，不敢讲太大声，所以收音没有收进来啊。这一只蛇是在冬眠啊，所以呢，他们发现之后，他们去轻轻的把树木移开，让我拍了蛇之后呢，又轻轻的再把这个树木给它摆回去。你看看有多厉害啊！他们这样一看就知道，那旁边这些捆起来的草是什么呢？每年的1月开始啊，国家公园就会开放当地的居民割芒草带回家使用啊。所以呢，2至4月就成为了最适合拜访国家公园的时间。那个时候呢，比人高的茅草呢，不是被割掉，就是已经干枯了啊。远远的我们就可以看得到野生动物，视野呢就大为开阔喽。我们车子就开到了湖边，在湖边，其实不管下来拍照或者是观察野生动物啊，我的司机跟我的丛林导游，他们都随时的在帮我警戒着啊，就生怕什么老虎啊、熊啊、犀牛忽然间冲出来啊。尤其在河边，除了可以看得到各式各样的鸟类之外呢，他们也会帮我注意附近有没有会攻击我的野生动物。其实基本上动物不会攻击人啊，是因为你进到它的地盘啊，所以我在这边做很多的动作跟摄影都是蹑手蹑脚的。来，我们司机就希望我在这边做一个讲解哦。这边是 Domrole Lake， 就是一条河一条湖。那我们来到这边的时候呢，就会停在这个湖边看看。这湖边除了野生动物之外呢，其实非常的漂亮哦，很漂亮，真的很漂亮啊！除了有野生动物之外呢，还有很美丽的风景。
这趟旅程当中，其实不管是司机也好，或者是导游也好，都一直希望我能够好好的帮他们介绍尼泊尔。他们都希望呢，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爱上他们的国家尼泊尔。9到11月与2到4月是候鸟迁徙的季节，也是绝佳的赏鸟时间。其中期望国家公园它拥有了600头的独角犀牛与120只的孟加拉虎，你们刚刚也看到了啊，但不可能太近看啊，太近看我就不能主持节目了啊。所以创立在1973年的期望国家公园，不但是尼泊尔的第一个国家公园，也被列为了世界自然遗产。在1984年的时候，横跨了尼泊尔的4个行政区域啊，然后拥有了什么68种的哺乳类啊，56种的爬虫类，以及呢126种的鱼啊。现在所来到的就是期望国家公园的总部，在这儿旅客呢可以参观鳄鱼饲养中心啊。尼泊尔的路况其实很差，非常的差啊。尽管呢，期望国家公园的公路呢，可能已经是整个尼泊尔算是最好的道路之一了哦。但是在尼泊尔移动呢，你要永远有一个心理建设，就是只有晚到没有早到的心理准备。Lami taluku tadi kau ini.